嘿，我的小伙伴，很难判断自己的朋友是不是真朋友吗？你可能会问，真朋友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真朋友，是一个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朋友，一个对你真诚而不是鬼鬼祟祟的朋友。如果和一个朋友交往了一段时间，自己觉得不开心，或者有些事情不对劲，可能意味着需要花点时间来确定这个朋友到底是真朋友还是毒朋友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不是真正朋友的6个迹象。1. 不会对你表现出兴趣，也不会过问你的生活细节。朋友对你的生活有多少兴趣？他们问过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吗？如果问了，他们真的在听你回答吗？或者看上去他们等不及说下一句话了？真朋友会很真诚，所以如果真朋友问你过得怎么样，一开始可能出于礼貌，但如果你有话要说，他们肯定会听你说，并表示支持。他们关心你，只是想更好地了解你，希望你也对他们表现出同样多的支持和关心。2. 靠不住，最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不在。朋友会在你身边，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。如果朋友不停地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问题，而不考虑你的问题，那么可能不是一个真朋友。你可能会在他们艰难的时候积极倾听他们所有的担忧。今天不得不把垃圾拿出去，那么多盘子堆在一起，已经很难闻了。杰森一直没回电话，我的雪貂去世了，好吧，最后一个很糟糕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要陪在他们身边，但如果有一天轮到你谈论你的担忧，而他们只是打断你说一句我得挂了，或者他们甚至懒得问，那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，除非这种情况在他们身上不常见，他们正在经历一些事情，他们喜欢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转移到你身上，只接受你所有的积极能量，而不愿费心回报。如果你还想做朋友，既然发生了别的事情，就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他们，并提一下他们并没有像你期望的那样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他们仍然不听，很可能你深陷有毒的关系中了。3. 对你非常挑剔，有些假朋友对自己的朋友非常挑剔。记住，小伙伴不应该是你最大的批评者，应该是你最大的拥趸。有些朋友可以提供建设性的批评，那是想让你得到最好的，想看到你进步，他们是诚实的。但他们如果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们可能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这样做。如果你的小伙伴有毒，他们可能只会羞辱你，而不会提供有益的批评。如果是好朋友，他们可能会坦诚地给你一些建议。4. 如果他们说对不起，道歉听起来并不真诚。朋友犯错时会说对不起吗？没说过，好吧。当他们说对不起的时候呢？听起来真诚吗？不真诚，好吧。如果朋友无视你们的友谊，那么可能不是真正的朋友。如果朋友确实在犯错时道歉，但只是说我很抱歉你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么他们就没有为自己的伤害行为承担责任，也没有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好朋友会承认自己错了，然后他们会努力纠正任何影响友谊的负面行为。那么你也会这么做吗？5. 他们对你错怪了，他们多少次都铭记在心。朋友记仇吗？你对朋友记仇吗？有毒的友谊通常包括其中一方或双方对对方所犯过的错误锱铢必较，当做了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情，或者和他们争吵时，他们会提起你说过的或做过的所有失望和消极的事。争论有时会失控，但有毒的朋友只会在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才会翻出有毒的记分牌。他们会利用你做过的类似事情来逃避道歉，或逃避为做错的事情承担责任。好朋友是诚实的，会倾听小伙伴的担忧，而每个人都可以争论。健康的友谊充满了健康的建设性的讨论，而不是有毒的争吵。所以如果朋友对你有一点伤害，你将如何提出这个问题？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进行健康开放的讨论，这样事情才不会恶化。如果他们仍然不让步，那么你就得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是个好朋友。6. 利用你的不安全感让你感到不快乐。和朋友在一起时感到不快乐、不安全吗？和朋友在一起时不需要感受到最快乐的自己，这很正常，有时还会感到紧张或不开心。如果朋友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，怎么办？那这可能是处于有毒关系中的另一个迹象。在朋友身边，不应该总是紧张不安，害怕他们下次批评或严厉的话，也许是冷嘲热讽，或总是对你抱有很高的提防心。有毒的朋友可能利用你的不安全感来让自己感觉更好。在友情中，这两种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，而
而不应该伤害，或让别人感觉不开心。下次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注意一下每次你们互动你是什么感受，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时刻，但回家的时候是会感到沮丧，还是羞辱，还是没有安全感呢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说的话或做的事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有毒的朋友。那么你在自己的友情中看到这些迹象了吗？最好是和朋友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担忧，或者考虑离开他们。作为一个朋友，你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些迹象了吗？如果有蛛丝马迹，要知道，改变可能有助于纠正任何负面行为，认识自己可能只是必须首先迈出的一小步。然后，当意识到并真诚地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时，你们的友谊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重回正轨，迟早你们会重拾真正的友谊。我们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